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lora 策进会理事长韩正达，很荣幸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此为大家分享 AIoT 时代的智慧制造与防灾。科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我都不相信梦想会被阻碍。科技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让很多的念想实现了可能。科技之所以层出不穷，因为我们的幸福感已层层被它遥控。科技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为人类带来了幸福感。就因为这一份幸福感的认同与驱使，智慧制造与智慧灾防，它更具了它的重要性。无论是智慧制造或者智慧灾防，都包含了精准的控制、可靠的测试、灵活的配置，进而能一手掌控。而这正是工业4.0、物联网、大数据、场域定位、智能消防、智能场控的体现元素。这些元素在科技的技术支持之下，能让模型克服了物理的这个条件，进而呢能实现实体的诞生。心之所向，已经不只是想象而已。科技提升了人类的幸福感，而防灾是还原幸福感的最佳舵手。最后，希望能协同我们协会成员的关键技术，并进而链接全方位的整合方案，来提供民众场域的安全、企业的经营升级。在此，祝福大家在防疫期间平安顺心。最后，让我们就来听听这AIoT 时代的智慧制造与灾防的精辟演讲。谢谢大家。各位先进，大家好。现在由我来为各位做数位转型带动智慧制造议题的这个说明。那么我们今天的 agenda 是讲到数位转型，然后再谈到智慧制造的这个新趋势。然后呢，数位转型会对这个智慧制造所带来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什么叫数位转型呢？数位转型是一个结合数位科技跟寄存的营运模式的过程，它是从营运流程到价值主张顾客的体验，到数位文化，到彻底的转型，成为一个极为灵敏，那么以顾客的价值跟体验为核心，而且不断更新、持续转型的一个组织。每次讲到这个数位转型，我都要提到这个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讲到这个转型升级有很多的经验从早期呢，人类从这个狩猎到这个进入农业社会的农业革命，到之后我们的这个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个动力，到我们最近的这个我们资讯革命这一系列人类的这个转型升级。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工业革命之后，在18世纪的时候那西方夹着这个工业革命之后所带来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优势来到向全世界扩张，那么向全世界指明。当时在亚洲有2个主要的国家，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中国日本的也就是日本帝国，当时中国是清朝大清帝国那面临这个转型的这个压力。所以日本明治天皇在1868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明治维新，就是他发表了这个5条御誓文这个作为明治维新的开始那其实当时在这个大清帝国它是比日本还早的，它在1865年就在江南就在上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局。那隔一年在1866年在福州成立这个福州船政局所以这个大清帝国，它其实也是很认真在推动这个洋务运动。不过这个他做的是什么？针对这个船坚炮利的部分也就在1888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北洋水师，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北洋舰队那个曾经呢都比日本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吨位数都还高还先进这样。但是后来呢，到了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我想结局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战争打到1895年清廷这个全面的这个溃败这个北洋水师就北洋舰队被全军覆没。
这个还签订了这个1895年呢，这个战争结束啊，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清帝国追求的是船坚炮利那这个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国防全面的这个维新那所以呢，因此这个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数位转型不是光讲求这个船坚炮利不是光买了系统、买了设备上了云端这样就够了，必须要企业从策略从经营模式来这个全面的这个转型落实执行才会成功。那么这个我们来看智慧制造的这个趋势这个我们这个谈智慧制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再加上最近疫情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个包括远距操作遥控的这个需求在制程上面的应用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看到电视上有这个企业这个因为员工确诊的关系被要求这个所有人员要撤离那撤离之后不是回家去休息的撤离之后他是要回家上班的那么我们之前因为3级警戒，我想大家也很有经验都在家上班那你在家上班，那你系统在什么地方呢？在云端，对不对？到底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都需要有人去操作，所以这时候就是远距操作这需求就增加了。那么这个好处是说，因为需求多了，所以这个设备的这些感测器的应用多了之后，它价格也下降。这就好比福特汽车在1913年发明了这个输送带，让大量生产变成可行。那大量生产变成可行之后，对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呢？就会造成这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然后之后人人都买得起，就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这个进步。这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因为这些影响的结果，就造成这些设备的这个价格下降，让我们去构建更智慧的系统变成可行。另外，系统走向这个预测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方向也是这个我们过往讲到这个设备的维修都是说我要及时的把它修毕修好。那这个现在是说可不可以我们运用大数据人工智慧下去预测这些设备它使用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预先知道说它可能要坏掉了，那我们先超前部署，就先把它修好，这样就造成这个不用到时候生产线不用停机就可以更有效率让它这个效率更提升这样子。另外，自动化的协作机器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讲到自动化知道这是花钱的科技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我们常常讲叫做80-20法则就是你要做到100%很困难，做到80%可能再花20%的成本就可以做到80%。那你另外剩下的20%，你要再把它做完了，你要再花80%的成本就是像我们讲的机器人，你要多厉害都可以，但是厉害到一个程度不是很困难，但是要更厉害的时候，那要花很多的钱。所以这个协作人机协作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性价比这个成本效益的这个情况之下，成本效益不止光金钱，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素然后呢，让人跟机器人一起来协作会变成重要的趋势。另外呢，这个因为这个人工智慧，因为系统变得更自动化、更弹性的结果，就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让系统变得更弹性更弹性，然后可以让少量多种这个应付各式不同的需求的这个情况变成可行。同时呢，这个创新科技像blockchain 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在这个供应链的管理上面，也会让供应链变得更有信赖度。那么简单讲就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慧来提升这个制程上面的这些情形呢这些优势会不断的再来产生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讲到智慧制造就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工业4.0、生产力4.0，它几个重要的关键元素就是包括像云计算、云端运算那物联网、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服务等等。那么这个在智慧制造上展现出来就是软体、硬体跟服务形成一个工业4.0的解决方案。那么讲到大数据的时候，给大家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生产线上面有一个机台，这机台有400个感测器如果我们有10个机台，那这个每秒钟产生这个400笔资料的话，那你乘看把它乘60每分钟，再乘每小时，就1440万笔的资料就会产生。
所以大数据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大数据是在社会系统上面其实在智慧制造里面也是大数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用。那么你有这么多数据下去分析之后呢，那我们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因此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那我们来这个创造出我们这个在智慧制造上面可以产生的这个智慧，来提升这个营运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它所产生的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像过往我们看到左边在固定的这个运作模式，然后到变成是未来就是这个可以变成更弹性人机协同运作的模式。那以前我们在设计生产线讲到这个 work study 或者 motion and time study 手伸过去叫 reach， 抓这个东西叫做 grasp， 抓东西讲叫 move。就讲的我们把这个功能放在生产线，作业员放在生产线上，我们去设计它的这个动作时间研究做设计这个工时。那如果放一个机器人呢，在旁边呢，那这个怎么弄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一些在一些创新的一个需求的产生，包括在理论实务部分的一些演算法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就是像我们过去我们在机台上面的控制，未来我们透过这个 APP 这个更弹性更符合这个顾客的需求，甚至是还可以整合不同的机台这个运用。那么简单讲了工业4.0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 IT 跟 OT 之间把它完整的整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 IT 它是在处理这个资讯所以因此呢，这个你怎么让这个贴近这个客户端的这个需求，到我最后的 MPS 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 到这个最后的物料管理，到最后的这个产出供应链的管理等等。那 OT 是在现场针对这个设备的这个运作的一个控管。那么这个如何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让整个这个企业的运转更加的这个无缝接轨，更加的能够弹性，更加的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创造更多的利润。那么所以呢，这个它的整个 ecosystem 就是有整合到包括软体工具业机器设备业系统整合业产品制造业以及这个通路的业者，整个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ecosystem 把智慧化的运用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讲说，智慧工厂在技术上最大的挑战就是系统整合。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怎么去整合各家的感测器和感知元件将这个资料有效的整合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发挥最大的这个效果。那所以这当中这个自动化机器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但是我们常常可以坊间可以听到有人在担心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机器人未来把人类取代掉了是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星际大战，那个机器人叫赛隆人把人类都消灭掉了就有人这样担心。那这其实不用担心了。MIT 的机器人荣誉教授Rodney Brooks 就是布鲁克斯教授，在2016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呢，我们曾说机器人终究只是人类的帮手，可能彻底抢走人类饭碗的担忧其实是多虑的。我也常常说与其担心机器人会把人类取代掉，你恐怕要更担心的是说，你的竞争对手运用这些创新的科技把你这个取代掉，这样是可能是对你来讲是更直接的威胁那么所以数位转型跟智慧制造来讲呢，它最重要的应用方向会从探知、诊断、控管、预测到整个视觉化。我想这个最后视觉化都是个王道，让这个管理者可以更有效的从超前部署把这个整个这个运用这个智慧化的这个结果，把它整个这个控管好这样子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很高兴的是，我们有很多业者，像半导体业者，它自动化成分是很高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过往比较偏向在做 feedback control。所谓 feedback control 意思就是像我们冷气机的控制原理一样就是当你这个温度高于多少度的时候，就启动压缩机，就会变比较冷。那冷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低于多少度之后就把压缩机关掉这就是 feedback control。但是这个 forward control 就不一样就是那什么情况需要用到 forward control？ 比如像我们人类射无人太空船到月球去，那大概是极限了它反映什么，我们去操作它。但是如果说你射到火星去的话，那不可能因为那个几十分钟没有办法用 feedback control， 就要 forward control所以我想
这个一样道理，就是我们在智慧制造的领域里面，可能下一步要进到更 forward control 的这个领域里面去来这个超前部署那么所以从半导体到其他制造业，让科技制程更智慧化，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要效法明治维新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要彻底的从商业模式下去做这个转型，而不是只光这个从这个讲到这个设备不是光船坚炮利，不是光设备更新这样就够了那这个简单讲，给大家报告一个简单的结论，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复制成功的经验，把它推广扩散出去。我们台湾产官学研的这个合作非常的成功，政府有非常好的这个指引以及这个政策的支持。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协会这个都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来这个协助这个整合这个业者对这个整个我们政府要推动的政策来推动实施所以就是要复制成功经验，把它扩散出去。那么从使用者的这个需求来出发从 business model 来做 architect， 就是架构的这个调整才能够这个事半而功倍我们看到右下角那个就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概念那么那怎么做呢其实也不困难我们有很多的辅导计划，像 TCA 的辅导计划等等，我们从差异分析就是都要做 gap analysis， 就是我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什么地方，然后再做企业流程的这个再造，然后做软硬体的这个强化，那这样子我们迈向这个智慧制造其实不困难这个大家都做得到那这个我们做智慧制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让企业的运作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让这个数位转型来带来更多的这个商机，更多的机会，让大家赚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在这边也祝福大家都能够一切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好，我是南京资讯的 PM， 我叫 Nansen。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南京资讯是如何利用物联网的概念，来打造一个智慧型的产线，然后能够达到监控的目的，帮这条产线能够更有智慧化。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影片。从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产品的生产开始到结束，甚至需品到客户端所会遇到的一些流程，甚至上面会有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警觉到这个问题即将发生，或者要排除。那在这条产线上面，我们就是利用监控的方式来帮助管理者，甚至一个产线上的操作者，能够达到一个监控的目的。来帮助他在这条产线上能够更节省一些成本，甚至时间上的一些节省，让这条产线更具有效率化。
那为了要达到产线上的监控，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监控的目的。在荷兰有一个单人公司的一个顾问，他是专门帮助一些软体开发的厂商，还有组织、公司、团队，甚至一些专业人士，让提出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且帮他们提高一些效率，并增加他们所要交付的一些业务的一些价值。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从中文的翻译就是：借由我们双眼去看，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资讯。也就是说，我们借由我们的双眼去观察一些事件，从事件的一开始到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生了一些流程，甚至有发生了什么问题，要怎么去解决问题。从这些的很多的资讯的来源当中，我们去借由收集起来，然后可以去分析出对这个事件中过程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监控的目的就是要去侦测问题，再借由侦测到的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应用到产线上面，我们也就是用监控的目的来帮助这个产线能够节省一些成本，甚至能够让停机的时间减少，而增加了一些产线的一些过程，甚至能够改善它的品质，能够达到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流程，甚至一个最佳的产品。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统产线上我们所会遇到的一些缺点，甚至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从附图当中看到，产品的生产开始到结束，到需品到客人端，都是借由人力来开始的。然后，这条产线上所有的事情一律都是由人工来介入才可以完成，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缺失。那这些缺失呢，在生产线上可能是借由人力来做一些检查，甚至一些状况的管理都是借由人力。那另外，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要去做一些记录，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没有效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记录的过程当中，难免我们会因为有一些事情的介入而终止这个记录的动作，所以难免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另外一个人工抄写的部分，也会导致一些错误，甚至一些遗漏的部分。那另外，在一个产线当中，我们刚刚有说到，都是借由人力来做一些检查。那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双眼看到这个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目前这个产线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当错误发生的时候呢，而且人检查到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现在发生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它。所以，在这个产线的效率上面是非常不足的。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产线的一些效率的问题，我们就会有了一个监控的一个市场。那这个监控的市场，我们根据美国的2家公司 Markets and 及 Report and Data 这2家市场调查的分析公司里面的 report 结果可以知道，从2018年的40亿美元到2023年64亿美元，每年以年平均成长率 9.8% 的速率成长。所以在这个产线的监控市场上面，其实是越来越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针对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可以透过物联网的概念，结合大数据的分析，甚至一些 AI 的技术去做分析，然后得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帮助这条产线能够更具效率，也能够更具节省成本，然后让产线的品质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工业 4.0 的部分。我想这张图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从工业 1.0， 我们用机械来取代劳力；工业 2.0 的部分，我们进入了电气化的时代；工业 3.0 的部分，我们用电脑来协助人力制造，进入了一个数位化控制的时代。到了目前的工业 4.0，我们就是要以智慧的制造为革命的一个重点，所
所以从工业1.0到工业3.0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需要借由人力的介入来控制产线的整个流程。但进入了工业4.0的部分，我们是应用了物联网的概念，结合一个数位化的工厂、云端的服务及通信的一个技术之间的紧密合作。在这样一个整合的制造产业当中，我们就可以改变过去一直以来的制造的思维。所以工业4.0的价值就是在于利用物联网的概念，去结合感测的技术，连接这个产线上所有的事情，包含了机械跟机械之间，还有机械跟人之间，我们可以互相沟通，甚至一些讯息的取得也能够非常的及时，然后打造这个一个充满了一个智慧化，而且非常有高度客制化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能够可以快速制造出少量多样化的一个产品，因应这个市场的变化。接下来，让我们谈一下智慧产线上所需要具备的4个要素。第一个是 automation 自动化，第二个 remote control 远端控制，第3装置的连接跟资料的收集，第4就是一个 AI 的技术的应用。首先 automation 的部分能够帮忙我们针对这条产线所产出的产品能够达到一致化的控制，所生产出来的品质也能够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量的使用机器人或者是机器手臂来自动化生产，然后结合了一些 IT 的部分来进行一些即时的监控，来取代一些传统的人力监控，能够减少了人力的成本，并且提高它的效能，还有稳定我们产品所产出的品质。第二个 remote control 的部分，我们会借由一些感测器的部署，在这条产线上的所有设备、物料，甚至半成品跟成品当中，能够达到一个监控生产过程当中，去记录了所有的数据，加以分析，并且能够提升一个生产的品质。那刚刚有说到感测器的部署，那也就是借由这些感测器的部署，我们将所有的机器还有人的行为，甚至产线上的各个部分，我们都做一个连结的部分，然后针对这些连结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再借由这些资料的收集，我们去做一些大数据的分析，再透过 AI 人工智慧、机器学习，然后调整出一个最优化的产线流程。打造一条智慧型的产线所会获得的好处有以下的部分。第一个 quality control 的部分，就是要去控制它们的品质。在工业4.0的导入的部分，工厂的生产力是可以不断的被提高，而且可以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产品，所以它的效率及它的品质都可以不断的被提高。譬如说，在这个条产线上，当过去有生产了类似的这样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过去产线上所记录的一些资料，能够让它所生产出来的品质能够达到更一致。第二个部分就是目前很多的产品都是因应的应用市场的不同，所以需求少量客制化的生产，而不是在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大量化的生产，然后需要大量的人力参与制造，然后大量产出。因此，我们借由这个自动化的生产，还有互联网的工厂机制里面，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来生产一个少量化的一个生产的机制，来满足这个市场的所需。第三，透过一些物联网的概念，我们部署了很多的感测器，那我们可以随时的监控这条产线上所有任何的状况，甚至问题的发生，甚至当产品离开工厂之后，它目前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它在客户端，它可能也可以追踪到目前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及时的解决，甚至我们可以追踪到它目前的状况。第四个，在人机互动的一个安全，还有工业环境的一个作业环境的安全，也是工业4.0所需要的重视的一个价值哦。
它的安全的部署呢，可能会包含了一些像灯号的警示，或者是一些发出一些声响的警戒，甚至一些产线上当碰触到某个机器的时候，它会立刻停止。那这些的动作呢，都是来帮助工作人员能够及时的做一些动作的调控，甚至在机器产线安装的感测器当中，我们可以发觉到工作中的一些可能即将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并且将这些资讯回传到战情中心，然后来预防一些故障的发生，使得人机工作的之间能够更有安全的保障。因此，针对这个智慧产线的部分，我们南京资讯提供了以下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包含了战情中心甚至资料的收集，我们需要借由 Edge Computer。在这条 Computer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许多的 I/O， 包含了 USB、LAN port、COM port， 还有甚至一些 Display port。那另外在左下角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2个可以抽取的一些扩充槽。那在这个扩充槽里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市场去扩充它不同的 I/O。譬如说，当这个应用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 USB port 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去扩充它的 USB 的扩充槽。另外，有需要 CAN bus 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 CAN bus 的这个扩充的 I/O 去加入。第三，当一些传统的 I/O， 譬如说 printer port， 甚至我们需要更多的 LAN port， 还有一些 COM port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扩充的方式去增加它的 I/O 数目。那刚刚有讲到，在这个智慧型的产线上面有许多的感测器的部署。那这些感测器的部署，我们要怎么去增加它的资料？我们要怎么去资料收集，甚至做到一些远端控制的部分？就是借由 Modbus Remote I/O Module 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有提供了4个 I/O Module。首先，第一个是 SIW109 的部分，是一个 Multi-Function 的部分，它提供了 Analog Input、Analog Output、Digital Input/Output 这样4种不同的 Channel。第二个 SIW309 的部分，我们提供了 Digital Input/Output 的 Channel。第三 SIW509 的部分，我们有提供 Digital Input 几个Relay Output 的部分，能够让使用者甚至管理者能够去做一些开关的切换。第四，我们针对了一些工业上温度量测，还有一些 Analog Input 的device 的连接，我们可以提供 SIW709 这样子的一个 I/O Module， 借由这4个 Module 跟 Edge Computer 做串联，我们可以然后再接上一个感测器的连接，我们可以去针对这条产线做一个即时的监控，甚至一些资料的收集，然后以帮助未来管理者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刚刚有讲到，在一个智慧型的产线上面需要具备一个自动化的概念。那这个自动化的概念，在南京资讯也提供了一个 EtherCAT Slave I/O 的 Module 系列。分别有 Digital Input/Output 甚至 Analog Input 的这样子的 Channel 提供给大家。那这4个型号会根据它的 Channel 数的不同，甚至 Channel 应用的不同，而有4个不同的Module。第一个 SIX208， 我们提供了 Digital Input 的 Channel。第二个 SIX308， 我们提供有 Digital Input 跟 Digital Output 这样子的Channel 给使用者使用。第三 ，SIX408 的部分，我们提供了 Digital Output 的 Channel 给使用者。针对 Analog Input 的部分，我们提供了 SIX608 这样的一个 I/O Module。然后借由这样的 EtherCAT 的 Slave I/O Module， 我们串联到 Edge Computer， 能够让这条产线能够获得一个比较 real time 的一个控制，能够而且更精准的一些控制。那借由刚刚我们所提供的一些硬体资讯，然后在这条监控的产线上面，我们部署了各式各样的 sensor， 甚至一些 device， 然后将其串联到 I/O Module、Modbus 的 I/O Module、EtherCAT 的 Slave I/O 的 Module 系列，然后再将这些 I/O Module 串联到我们的 Edge Computer，
然后借由 Edge Computer 做一些即时的运算，甚至一些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将这些结果或者是分析的结果上传到云端，甚至一些战情中心，让管理者借由这些资讯，我们能够及时的做出一些决策，甚至能够监控到这条产线上各式各样可能会发生的问题，甚至一些状况。所以这就是一个工业物联网的概念。那南京资讯借由这样的工业物联网的概念，我们提供的这样子一个解决方案给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分享。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借由以下的方式跟我们联络，然后我们也会针对你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谢谢。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兴保全科技整合本部的执行长李荣贵。今天很高兴能够接受 Gora 跟 Computex 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智慧防灾的一个解决方案。今天我大概分4个项目来跟各位做个说明。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一个智慧防灾，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它一定有一个叫做服务的流程，这个部分包括一个感知的部分，第二个是信号传递的部分，第三个是人员派遣的部分，由这3个部分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灾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下面分别来跟各位做个介绍。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智慧防灾的示意图。我们从我们的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民生公共物联网。这个民生公共物联网所代表的是来自于政府单位的公开的资讯，包括水情的资讯，包括地震的资讯等等这样的资讯，透过我们云端的借接，就可以针对我们的用户端提供一些必要的防灾的讯息。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它的左半边的部分，左半边就是各式各样的 sensor。那这个 sensor 代表的，我今天说明的是有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是水灾的部分，第二个是火灾的部分，那第3个是瓦斯的部分。我今天大概分这个3个部分跟各位做个介绍。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系统里面永远都有3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刚刚我讲的，第一个侦测，第二个信号的传递，第3个人员的服务，这3块所组成。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地震预警系统。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地震其实是可以事先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地震里面有分一个 P 波跟 S 波。那 P 波就是地震之前所谓发生的一个电波，那 S 波就是各位感受到摇晃的时候这个 S 波。透过这个 P 波跟 S 波中间2个的时间差，我们其实是可以知道地震要来之前，我们就事先可以侦测到。那这个是目前在国家像我们的中央的气象局或者是我们公司都有提供类似的服务。那我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在全省大概3000多所的中小学都有安装这样的地震侦测系统。那这个地震侦测系统侦测到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发出警报以后，它就能够让学童或老师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包括把头套戴在头上，然后按照原来所规划的那个疏散路线，直接的离开教室。那这个系统其实如果要研究的话，最早其实日本因为地震特别多，那其实台湾的地震也不少，所以我们就参考了日本的系统，再加上跟国家地震中心的合作，研究出这一套的一个地震预警系统。那现在其实也是正常在运作中。那主要的其实地震系统主要要强调的是，利用这个地震预警系统，我们平常就可以做一些演练在地震来的时候就可以从容不迫的按照原来规划的路程进行避难，那这样就可以减灾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淹水的系统。那这个淹水的系统其实有分成两大块。其实国家政府现在也认真在做这个所谓的水情的侦测。那透过这个雨量，
还有这个河川的水位，其实我们大概可以预先知道说什么地方会发生火灾的。那我们更进一步是在大学里面，以这个案子是我们在大学里面，在它的那个地下室里面，我们设置的这个淹水的侦测系统。那而且会跟抽水机联动。那各位都知道，当水淹进来的时候，地下室就会侦测到，那它可以先发出警告。那第二次它就可以做一些联动的控制，可以达到这个预警，免得很多车子在地下室被淹掉。那第三个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瓦斯联动。那这个瓦斯联动其实是这样子，它其实是靠一个叫做瓦斯侦测器那大概是装置在厨房的地方，或者是餐厅的大厨房里面。当瓦斯有漏气的时候，它会自动去联动这个瓦斯遮断阀，自动帮你把瓦斯关掉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不管是地震来时，或者是瓦斯漏气的时候，它都可以联动，可以做这个动作其实我们都知道，地震有时候发生的时候，它的二次灾害都是因为火灾并不是地震所以有所谓的二次灾害。那透过这个瓦斯联动，它就可以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第三个，我们来谈这是火灾系统。那各位，我们大家都印象很深刻，这台北医院那边这个台北医院的护理之家，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火灾事件。那其实这里面有2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火警延误通报9分钟，第二个是防火的门防火门并没有正确的关闭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能够透过一些 AIoT 的系统，能够帮这个所谓的住户或者是这个护理之家做一些防范的话，其实很多悲剧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我们下面简单来看一下，像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好乐迪对不起，是那个钱柜 KTV， 它也是因为它的消防系统被关闭了。关闭以后呢，这个消防系统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导致火灾发生的时候没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那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些设备在被关闭的时候又没有人知道的话，那后果就非常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就研究的这四套设备如何来防范它，不要让它被关闭。所以我们开发了下面的这个系统，叫做防火的监控通报系统。这个系统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把跟消防有关的，不管是消防泵浦防火铁卷门，或者是自动洒水设备，如果任何一个设备被关掉的时候，它及时都会通知到现场的防火管理员不管是用简讯，或者是用 email， 或者是用我们大家所流行的 LINE， 都可以随时收到通知。另一方面，它会把信号送到我们的管制中心，由管制中心来做2次的 double check， 免得当防火管理员刚好在忙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的管制中心可以做第2备援那这是第一个是防火监控。那第2个就是我们再把大楼里面的火灾受信盘连接到所谓的火灾自动通报装置，直接通报到119，就不会发生像台北医院的护理之家，它延误9分钟，这影响到救火的效果。它当火灾发生的那个刹那，只要火灾受信盘收到信号，它马上就能够直接透过这个119的火灾通报装置，直接通知到119，而且119那边会直接知道是哪一个地方所通知来的信号。那透过这个整合，将来还可以知道是哪一个楼层或是哪一个地点发生通报。我想这是一个针对这个防火系统里面我们开发的一个整合的系统，把防火跟防火有关的监控加上防火自动通报，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以后，同时送给我们的管制中心，跟同时送到119的勤务中心，达到一个双重备援的效果那这对这个生命财产的保护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智慧防灾里面还有包括我们从社区来看，包括电梯常常地震来的时候电梯就被锁住了，或者是电梯故障的时候人员被带在里面，这个都属于在智慧防灾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目前我们就提供的这个所谓电梯受困的紧急通报系统，因为有时候大楼管理员不一定在位置上，当我被受困在电梯的时候，只要一按下紧急按钮，
它可以及时跟我的管制中心通话，我们马上可以做一些对应的处理，因为我们的管制中心是1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而且一直都是有人在。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过的火灾警报通报装置，社区里面的社区常常也是一个现在需要特别注意到火灾的地方，所以火灾通报的时候，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生的话，会是最好的。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瓦斯跟一氧化碳这样的系统也是一样，可以联动出来，然后直接通知到大楼的管理员，甚至可以通知到我们的管制中心。那第三个就是屋土大家的理解就是什么？就是1楼顶楼的部分啊，常常有人出去顶楼外面，结果风一大，把那个太平门给关起来了，结果人被受困在这个楼最顶楼的部分。这个时候它也有一个通报的系统，可以直接通知到管理员那边，可以做一些必要的防范。那再来就是现在大家所关心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啊，有关 PM2.5。那现在因为政府也装设了非常多的 PM2.5， 那我们这边以社区作为一个范围，就是在你的社区范围内，如果 PM2.5 超标的时候，它可以事先发出一个警告，通知你，你今天出门可能口罩要戴好一点点啊，或者是你要不要晚一点点再出门。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水位侦测系统，就像刚刚我讲的在地下室里面有装感知器，可以防止淹水的发生。其实像这样水位侦测系统也已经应用到一般的公共区域，像地下道啊。前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那车子都不小心开到地下道里面去。那透过这个水位侦测的系统，我们其实就不用再派警方到现场去拉封锁线了。当水位侦测到高水位的时候，自动的放下闸门可以防止这个人车再被淹到地下道的情况再发生。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对于智慧防灾的一些简单的说明，谢谢大家。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哈。那我是全波科技童玉伟我是全波科技的总经理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Gorilla 的联盟的安排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针对消防人员的安全监控消防人员的安全监控。好，那 Gorilla 我先介绍 Gorilla。那 Gorilla 本身呢，它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可以号称是在就 Narrowband 就窄频的无线传输系统它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系统那第一个它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底下去穿透第二个它可以传输到非常远的距离第三个它有非常好的抗干扰能力第四个它的消耗功率很低那第五个它有非常好的保密跟资安的能力好，这个是我简单介绍Gorilla 本身，它是一个无线的传输技术它有几个在全世界非常优越的一个优点。好，那么今天呢谈到的就是有关消防人员的安全监控。各位就是在过去不管是在国内在国外那不断的发生许多次的消防人员的灾难事件那其实有很多对于消防人员的安全的装置，从好多年以前就有但是为什么呢？还是会发生这么多的这个事故那主要很大的原因在于很多这些过去的这些装置，一旦到火场里面去的时候，它大概都失效大概都失效好，所以呢，火场我们遇到的火场可能从20楼、30楼到40楼那也有可能到地下室的1楼、地下2楼、一直到地下6楼好，那很多消防队员在里面，要如何对这些消防队员进行安全的监控？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监控的系统，那基本上我们都以
就近的消防车为一个指挥中心以消防车为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对一个消防队员他进入到火场以后，我们到底身为一个指挥官，我到底需要哪些的资讯才能够足以做下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要进行救援或是要进行撤退好，今天我们提出了几个，第一个位置，到底你在什么地方到底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救援，一定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好，第二个，你的生命感测器你的生命感测器，我必须知道到底你现在你的生理状况如何这是作为指挥官非常重要一个判断的依据。好，再来你的气瓶那气瓶还有多少的剩余量气瓶还有多少的剩余量好，倘若你的气瓶都已经剩余量都不足了，你的呼吸都有困难的，我们不能放任这个消防队员一直停留在里面好，再来你的环境，到底你现在的环境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一进去完之后，我们大概什么东西都不晓得了，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基本上我们必须了解。好，最后就是有关于语音，我能不能跟你讲话各位进到火场里面，第一个手机已经不通了第二个，在整个火场里面哔哔叭叭这种声音的时候，那么你大概也很难再跟对外沟通所以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能跟你讲话吗？你能听到我吗？这是在这里面非常重要一环。好，首先呢我们提到有关于位置的追踪到底你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有一款它是放在腰它是放在腰上面的那再来呢，我不需要 GPS 到火场里面已经没有 GPS 可以跟你定位了好，那再来我要了解你的水平的精准度那要在10米以内在10米以内，这是一个救援可以达到的一个地方那么再来你的垂直方向就是你的楼层那我们精准度要在3米以下我才可以知道你在2楼，不要说你在2楼，我跑到5楼去这就不对了好，再来当你人员摔倒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再来，当你在原地要是停留太久的话不管是30秒或是定义成40秒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也要产生告警再来，你有一个紧急求救的一个按钮好，当然这个无论如何太阳的工作时间至少要有1个小时1个小时。好，第一个我要知道哪里，我才有办法知道要到哪边去救你。好，第二个那么你的生命迹象要确定你还活着吗所以你的生命迹象，从你的生命迹象里面看到你是不是在危险的状态那第一个，你的体温你的体温目前是多少度这个是了解你目前的状况。第二个，你的心跳你的心跳是多少，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好，那再来，当有严重的讯号，当有严重的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必须发出告警告警说这个人的生命迹象已经进入很危险的状态好，再来气瓶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基本上消防队员已经气瓶耗尽了但是他自己一定不知道，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他可能人是完整好好的，消防衣也都完整没有问题但是基本上他的气瓶耗尽了，他没办法呼吸了好，所以呢，我们有一款就是空气气瓶空气气瓶剩余量的指示的指示剂好，那么呢，它可以第一个任何一款的空气瓶它都可以适用，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它是由外部去装进去的我们不用去改装你的气瓶，也不用去做任何就是拆卸的这种动作因为每一个气瓶都有安规认证你不能去做这样的任何一个动作。好，那再来，你对于你的剩余量，那基本上呢，大概准确度我们可以读到90% 以上的准确度那接下来，当我看到你的气瓶剩余量
已经开始不足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要提出告警例如，当你只剩下50%一半的剩余量的时候，好，我们第一次警告我们可能要开始注意了。好，第二再来，当你剩下气瓶剩下20%的时候，那就已经是严重警告、严重告警，准备要进行救援动作了或是要这个人要立即撤退好，再来环境那其实我们讲说，真的是看到才会放心看到才会放心所以经常我们消防队员进去到火场里面去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的环境到底情况是如何那当然很多也用过以前用过不管3G、4G 任何其他无线传输手段，经常进去大概可能不到10公尺、20公尺，整个都断讯了整个断讯，什么都看不到了与其如此，我觉得我们保障的是我要看到你的相片看到你的相片，至少看到相片还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看相片基本上它在不论你在什么样的位置，相片就一定可以保证能传得出来好，看到就会比较放心那我们可能每15到20秒我们会传一张相片出来那它大概是320×2040的解析度，至少我可以看得到你在什么地方那么它的电池也可以工作到1个小时没有问题。好，再来，这是很重要的目前在整个消防人员进火场完之后，火场里面有爆炸声，哔哔叭叭叭叭叭这样的一个声音，基本上他身上所有的语音装置，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听不到了你听到他讲话你也听不到，因为背景杂音太大。你讲话他也听不到因为他外面都是哔哔叭叭叭这种声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开发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讲机第一个，它可以把你的背景的这些哔哔叭叭这种噪音，这种噪音全部把你 cancel 掉把它给去除掉第二个我们只滤你这个人讲话的声音，只有你这个人讲话的声音你可以过得来好，再来，消防队员他已经手很忙了，你不要叫他再去说那种 push and talk 就是按下去才可以讲话。你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手，他手已经在做其他事情，所以你要用自动的方式把他的声音传出去，把外面的声音给传进来不要再叫他用手按的方式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可以支撑到2个小时支撑到2个小时。好，那最后也让各位了解一下好，那么它整个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消防队员呢他头顶他有一个摄影机好，再来呢他会有一个抗噪的 speaker 抗噪 speaker 他直接用嘴巴去沟通，不用手去按好，那么再来他会有一个生命迹象感测器接下来它底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气瓶剩余量的 reader 然后再来它有一个腰际式的就是它的位置的追踪器最后它还有一个就是相片的传输器好，刚刚我讲的那5项就在这个地方对一个消防队员都装置的很好。你可以看到它体积不大，其实重量也很轻那基本上当然这个照片是一个示意图最后它外面会穿一个很厚重的消防衣，会保护这个消防队员好，这边所谈的这几个的都是一个实体的装置好，那么这个地方消防车那你有很多个消防队员他在火场里面所以他们本身这个可以一个去追踪很多个消防队员他们不管是哪一个，不管是相片，不管你的声音，不管是你的位置不管你的气瓶剩余量不管你的生命迹象，都直接传到消防车给消防车上的指挥官，让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去做好一个很好的决定，做决定要如何进行必要的救援不用中继台，我不需要中继台，都是直接传输到消防车。不管我刚刚回到刚刚最原始的那个地方，不管你现在是在1楼、2楼、20楼、30楼，或是你现在在地下室1楼、地下2楼、地下3楼，基本上都是直接把你的所有这些讯号直接传到消防车，中间不用架任何基地台
所以在过去在很多的消防事故里面，主要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所有通讯都已经中断了，所以在消防车上的指挥官真的不知道他要对这个消防队员做什么样的救援动作，等到已经知道要救援动作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太晚了哦。所以我们今天以 GLORA 的一个无线传输的方式哦，那第一次发表这5款对一个消防队员非常重要的保命救命装置哦，那提供给各位哦，希望将来在整个消防救灾过程里面，让每一个消防队员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好，谢谢各位。